Hello，准时吧我。这是录播，你看一下我的公告行不行？我公告上你是没有眼睛还是什么？不看公告的呢？手机是不会出现录播的，傻吧？真的好傻，每天怎么都会有这样的人，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人。手机是不会出现录播的，只有电脑播的才会出现录播。我公告上写的很清楚啊。我不是打针的护士，你没看我的标题写的是什么吗？你看到我的标题了没有？请看标题。我是精神病院的护士，你是有精神病吗？如果你有精神病的话，可以来我们医院治疗并打针。对啊，我是精神病院的护士。你有精神病吗？你是不是有精神病？你会飞？你好像是可以来我们医院治疗一下。我们医院在宛平南路600号。我们可以车接送，但是如果要车接送的话，一次的话急救是600块钱人民币，然后如果住特护病房的话，一天是1000块钱。Hello， 小莲子珊，你需要急救吗，先生？你需要救护车吗？就如果说你要车接送的话，我们这边就是救护车。穿这么多可以不看啊，没有人逼你看呢，没有人逼你看。觉得穿了多你可以不看。
单间的话一天要1500， OK 吗？你先把治疗费用付给我，1500块钱。有专人陪护的。我这边直接你一个虎牙1号，我就给你打个折号了，一个虎牙1号单间治疗费用，住院费用，立刻给你安排。你自己要住特护病房的呀？对啊，你是专人陪护啊。但是你到专人陪护之后，是不是我就不确定了？因为我们医院有很多专人陪护的病房，也有很多像我这样的护士，所以你如果要指定的话，我们又要加钱的。因为每个护士不一定是一直都有空的。对啊，住院肯定要先交钱，你不交钱我怎么让你住啊？如果要指定的话，那我们还要加1000，也就是2个虎牙1号1天。先生请付款。先生请付款。2个虎牙1号1天，1对1陪护。不付款不安排的。颜值支付，精神病了还什么颜值支付？我们这里精神病人一视同仁，跟颜值无关。颜值支付我们这里不存在的，我们这里只看钱，你付得起钱就住，付不起钱你就滚蛋。晚上好，老虎。你长得丑长得好看跟我们医院都没有关系。精神病刷不了医保，精神病院都是自费的。你都得精神病了，你还考虑这么多？先把你的精神病治好吧。你看我像护士吗？你看我像不像？你觉得我像，我是我就是；你觉得我不是，我就不是。这个世界上，你觉得不是的事情，在你的世界观里面，它就不是；你觉得是，它就是，因为你相信了它才是，你不相信它就不是。对啊，你相信就是，你不相信就不是。我没有骂过人啊。我没有教你哲学，我可没有教你哲学。我已经播快1年了。满屏南路600号，欢迎。大家可以把虎粮送一送啊。谢谢小 K 的收听证，谢谢。大家把虎粮送一送哦。
呀，你不要管他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看我不爽的。你说我现在的存在，就算我多少岁你也看不出来，对不对？只要你在我直播间，你看着你开心就好了，你放松就好了。他管这么宽，不就是他想引起我的注意，想觉得自己特立独行，跟别人不一样吗？这也是一种精神病的体现。像这种精神病的话，也应该来我们医院看一下病。这个世界上精神病人太多了，他们都自认为自己无敌，世界上就他一个最厉害，说什么都是最厉害。这种人该怎么办呢？就应该来精神病院看一看。谢谢秋水宠，你不要理他就好了。像这种精神病啊，我都不会把他们收到我的医院里，因为像这种精神病，我都不屑于给他看病。你在我们医院看病，至少我觉得你精神病是那种不会伤害别人的精神病。你像这种会伤害别人精神病，我可不敢收。精神病也分很多种的。精神病也很可怜的，打就不要打了。他们父母都挺惨的，生了这么个一个孩子，整天在外面犯精神病，到处像疯狗一样到处咬人，对吧？Hello， 李轩。今天我还是要开课，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关于我们大脑的3个驱动。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留在我直播间，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大脑的3片区域吧，驱动我们有一些情绪和有一些想法的一些区域，我们叫3大驱动力。猫在睡觉呢，没事，不要它们上床，全是猫。你看，每天养猫的人家里面就是这个样子。觉得保守就不要看啊，就看一些不保守的人。护士戴眼镜好像不是很像吧？一般戴眼镜的护士都是老护士，就是护士长那种。护士不戴眼镜吧，有点不是很像。不热，我开空调了。看这毛，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毛，看。养猫人就是这样。
家小礼物送一送啊，关注点一点，我们粉丝牌开一开。我这是精神病院啊，身体上的疾病我看不了，看的精神上的。要问问题的话，把那个粉丝牌带上。把粉丝牌带上，谢谢不再懦弱，谢谢。先等人到齐。问你个问题啊，就是你们觉得你们有性欲这件事情是可耻的吗？或者你们会觉得整天想要做那个事情，会觉得自己有负罪感吗？就是有人经常跟我说，我经常很想要，我经常会有那方面的想法，但是我会觉得很可耻啊。没有，或者你会觉得很后悔做好这个事情之后，有吗？我很早之前就跟大家说过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有这个想法才代表了你是年轻的。就很多人他会到一定的年龄，他就是没有这种想法了，因为人一旦没有这个叫性欲了，他其实就是老了。所以性欲的存在就代表了你还是年轻的，等于我们轻语也是助眠的一种方式。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助眠轻语的话，我等会儿会插上我们手机的话筒。大家把粉丝牌带上好吗？你们都不带粉丝牌，然后在这边问我问题，我都不想说话了已经。你们求知欲望这么强，可不可以带上粉丝牌呢？14够了，14够了。强不强？为什么要告诉你啊？好的，伍子琪真乖。我没有见过19那么大的，谢谢无畏的十四通行证，谢谢一笑佛跳墙，谢谢。谢谢288的粉丝通行证，谢谢。其实你多长多大其实都不是很重要，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觉得这很重要吗？这不重要，就是你多长多大跟我都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人类他长出来。比方说我的鼻子高一点，你的鼻子低一点，你的眼睛大一点，你的眼睛小一点，你的手指长一点，你的手指短一点，你的脚趾长一点，脚趾短一点，这就是正常的生理，长出来就是这个样子，你有什么可说的？就是又能怎么样呢？你是16又能怎么样？你是19又能怎么样？你是14又能怎么样？没有怎么样。为什么一个男人这么会去纠结这个长度呢？为什么会非要去纠结这个？
而且也不是越长越好的呀。这个东西主要是看跟对方合不合适，你找的伴侣跟你合不合适，这个跟长短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说过很多遍了，如果一个男的他现在还在纠结什么长度不长度的，那我觉得他可能没有谈过女朋友吧，连女人都没有碰过。然后一说这么19、18的，我就感觉他可能都没碰过女人，不好意思扎心了，但这就是事实。越没有什么越要说什么，重要的不是技巧，重要的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结构和你两个人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相处模式。因为这方面虽然是很重要，可是很多方面啊，它也构成了你这方面和不和谐的重要程度。所以你只是单纯的讨论这方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是很多方方面面构成的。你老是讨论这个长度，没有一个女人只看一个男人的长度的。大家带上牌子发言。时间上面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但这也不是重点，因为女人她是情绪动物，她其实根本不在意你多长多大，时间多长，她在意的是你跟她合不合适，她对你有没有感觉。这个感觉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那要有很多东西汇集在一起成为一种感觉。所以你这个老是说长不长，我只是觉得挺幼稚的。你是不是没有碰过女人啊？你没谈过恋爱吗？谢谢 NIN 的粉丝偷心症，谢谢。我知道现在谈一个恋爱找一个女朋友很难，越是这样你越是要知道怎么样去谈恋爱，怎么样去爱，怎么样去相处。你在这边整天纠结长不长短不短的，你怎么找女朋友啊？是不是啊？别在这边一天到晚说自己多长了，我根本不屑这些东西的。好多啊，就过来一直在说自己多长，我真的笑了。19厘米，亚洲人有17厘米都已经很长了，他说他19厘米，他都超过欧洲人的长度了。你要是真的19厘米，我们亚洲女性要不是身高不到1.8米，没有一个能受得了你的。Hello， 兔子警官，19厘米都出来了。刚才有个人说他19厘米，是吧？对吧？不要张口就来，网络上谁也不知道你怎么样，我也不相信，你说了又怎样，也不牛逼呀。在鱼屎，那你可不可以在虎牙也给我来个20几级牌子？先从第一个一级牌子开始。没有，他说的是长度。像你这样的号出去，谁都会叫你大哥的。你在卖号吗？大家把牌子带上啊！我说呢，你这号等级这么高，有一些等级很高的大哥来我的直播间封闭不刷。原来是要卖给人家呀。
封闭不刷。我其实不看什么牌子高不高，等级高不高的。如果说一个真大哥他牌子很高，他真的喜欢你，他自然会给你刷。就是说有些人带着牌子等级很高，要求这个要求那个，我觉得就不想刷给我就不刷好了呀，有什么用呢？你要是真的说你的号是准备卖掉的，那么很多人都是买来的号，装逼用的。对，带牌子交流病情大成。然后你说你在鱼，我的牌子等级很高，你来说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在鱼的时候，牌子等级高的名字我都记得住，也在我的粉丝群里的。我怎么不知道？你说你叫什么名字？谢谢欣喜的通行证。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粉丝牌等级很高的人我都记得住名字。一直来看我直播的人，我天天都会念他的名字，所以我会记得很清楚。你来说说你叫什么名字来，我看看我记不记得你。你别张口就来，你骗骗小姑娘行，你骗我骗不了。我本来就不是小姑娘了，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我本来就不是小姑娘了呀，这没有什么不能承认的。我不是小姑娘，小姑娘是大学生或者是刚刚入工作的，我都已经毕业不知道多少年了。你应该叫我老师。你自己先照照镜子，再看看要叫我什么。你把自己的手机的原相机打开，对着自己拍一张照，不要加美颜。你有胆量吗？谢谢兔子警官，谢谢。送礼物就是我的朋友了，送礼物给我，我们就是好朋友。有没有勇气打开原相机对着自己照一下？不要 P 图发给我。自拍一支原相机，那说明你对自己很有自信，是好事儿。因为我很喜欢用原相机拍照拍视频，是因为我可以从原相机里面找到自己的不足，然后我就可以提升。包括我原相机拍出来之后，我会去修图，修图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哪里有问题，我这里有小细纹了，我这个脸这里有点轮廓不好了，那么我就想要去把它改变，之后你就会越变越好看。这就是原相机的好处，就是你一定要用原相机拍照，你不能自己骗自己。因为特效肯定它是会让你失去自我的，它是会让你失去自我的。谢谢最拿右脚。原相机没有美颜啊，原相机怎么可能会有美颜呢？苹果的原相机哪来的美颜啊？甚至于苹果的原相机还会锐化呢，它只有通过不同的光线，它可能会拍出不同的样子。我不用安卓的拍照，我用的是苹果，我这个直播也是苹果。
你可以把美颜关掉啊。安卓是自动识别功能，它可以通过光线还有你的脸把你识别最清晰的一个样子，有一点那种 AI 技术。所以你真的要原相机，就是苹果原相机，你不要用其他的手机的原相机，苹果原相机。你用苹果呗，苹果最真实了，而且要用后置。谢谢兔子警官。要用后置，不要用前置，前置不够清楚。我把关了，我们要准备开始上课了。葡萄糖，先上个电视，上好电视之后我们就开始上课了啊。先上个电视。对，要上课了。我们上一个情书，然后如果想购买我们的机甲设备的朋友，可以去某宝上搜索黑科技工程机。38大西瓜准备开始。晚上好，晚上好。大家上下电视啊，我们左下角有个红色的小电视，点一下就可以上了。谢谢阿童木，谢谢。Hello， 这一次 I am Joe， 大家上电视38大西瓜，38大西瓜。好，我刚才讲了，我问大家，你们现在觉得每天的那个欲望大不大？就是 Dex 的欲望大不大？谢谢阿东，大家上电视啊！大家上电视。然后问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粉丝牌带上，把粉丝牌带上。把粉丝牌带上。谢谢 PU 田群，谢谢。我们如果失去欲望的话，
没有性欲的话，就没有了对生活的热情。也就是说，其实性欲是我们底层的驱动力。你们可以这样子去理解，我们有性欲就有动力去做很多的事情，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也跟性欲是息息相关的。就比方说，我们没有了性欲，我们也就对生活没有了热情，也就是对事业没有了憧憬。其实很少人他们没有办法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欲望，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欲望到底来源于什么。就比方说我们有时候有性欲，代表了我们的荷尔蒙分泌非常的活跃。那其实我们有性欲和性欲达到了的瞬间，它的产生的多巴胺其实就跟你股票涨了，赚到了钱，或者是怎么去形容？其实差不多，类似于像那种就是那种成就感，也就是一种分泌的一种物质是一样的。所以性欲的话，它其实是我们身体里内在的一个驱动力。宏观上来说，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薄浅，它只是一个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欲望，不是，就是它代表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你整个身体里面的机制，一些驱动力，能够理解吗？所以我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他没有性欲，他就是老了，他就没有热情了。就像女性她也有性欲，就像我肯定也有。我每天想要打扮得很漂亮，其实我就是有这个欲望。当一个女性她没有性欲了之后，她就不会想要再打扮了，就是那种感觉，你们懂吗？你们懂不懂？就当一个女性，刚才我说男性可能是事业上的，可能是生活上的，对不对比方说有些男的谈了恋爱我就感觉我自己全身充满了力量的，是不是？然后女性也是一样的，女性如果她性欲比较强，她就是会比较喜欢打扮，然后她的气色也会很好，她整个人看上去精气神也会特别的好。我们通常说这个女性她很润，润在哪里？为什么润？其实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女性很润的话，那就代表了她其实她的欲望是比较大的也有可能是她的欲望一直在被满足，所以她看上去就是会比较润，那是一个雌性激素所散发出来的东西。当一个女人老了，她不爱打扮了，她对生活没有激情了，她连漂亮都不想漂亮了，那就证明了她老了，这个女人也老了。那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吧？能明白这个道理吗？你们生活中看到的有些女性，你并不觉得她长得很漂亮，但是呢，你就会觉得她很润，她很精气神很好，她带给人的感觉就是觉得，哇塞，就感觉红光满面有没有见到过这种女人？生活上，不要说我是说生活上面。不是我，不要说我啦，不要说我，就是她长相可能并不是那么好看，可是你看到她就觉得哇，我心情好好她脸色好好，她气色好好，就这种感觉看着很舒服，给你带来一种治愈的感觉。这种女性你在生活中有遇到过吗？有遇到过没有？那就说明了这样的女人她平时的生活也是那个方面是很愉快的，并且是被满足的。而且这个女人她也会打扮得很漂亮，就是那方面越好的女人，她越会想着去打扮，她就是一个良性循环，她就是越好看。男人也是一样的，男人要有性欲，他的那个事业也会很好，他整个人的精气神就是自信的，就是积极阳光向上的，他的睾酮素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这个样子，是一样的，男女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一个人他没有了性欲，他就不再年轻了。但是呢，这个要怎么去区别，去分辨？对，性就是生命力性就是生命力。那个莫董说的很好，
说得很好，性就是生命力的体现，有性才有爱。保持积极向上，可以，要一直保持，你要一直保持这种精神气儿，就是一直你要有这种如果你想要一直年轻的话，少去做那种老人做的事情，比方说老人喜欢喝着茶闲谈，其实茶这个东西我并不是很喜欢，我觉得年轻人啊少喝一点茶，这个茶多酚对人体不是很好，还不如喝咖啡啊。你如果有天你发现你很喜欢喝茶了，坐在那边品茶，吃一些点心，然后聊着那种老年人聊的话题，那你是真的老了。这种东西很下头的，你知道吗？很下头的。我们要让自己年轻，就是要多做一些积极向上的事情，不是积极向上，积极向上。年轻人玩的东西都是哪些呢？所以啊，性欲是这个世界上最原始的强大力量，我们要激发自己的性欲，让自己变得更有驱动力。我可以这么讲，我可以说性欲它是所有动力的根源，没有性欲什么都做不了，没有性欲你就整个人懒洋洋的，什么都不想做，这个也不想做，那个也不想做，出门都不想出啊。这个时候呢，你就算长得再漂亮，你不打扮，你不被别人看到，你的价值也就慢慢就没有了。人就活这么一辈子，我们要体现自己的价值，我们要让自己变得更漂亮、更帅气、更自信，让大家看到才可以。还有，我们如果有性欲，才能使自己致富。可能大家很不明白哦，我有性欲，我就是看片，我就是那个。但是如果你们把性欲这个东西你用在了正确的地方，你是会非常厉害的，你是会赚很多很多钱的，你懂吗？它是一种动力，知道吗？我有的时候我也会没有那个欲望，然后我整个人就是懒洋洋的，我什么都不想做。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我的气血不是很好，我的精气神也不好，才会这样。当我去健身去运动了，我吃肉了，我就是可能身体开始充满能量了之后，我这方面的欲望也会变得很强。我感觉这是直接画上等号的。反正你们慢慢的去悟吧，能悟得出来就好了。能泡妞的朋友事业都不错，是啊，就是他们各方面的欲望都很强，不仅仅体现在泡妞这上面，因为他们有这个性欲，他们性欲很强，代表了他们事业上他们也会想要去做得更好，这是相通的。你看啊，我们如果欲望强的人，性欲强的人，事业心、占有欲、控制欲，本质上它都是延伸的，就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财富、地位、成就、认可，追溯到底都是被这股底层力量去推着，去性欲去推着去往前走的。所以它一切的动力是性欲，是它的基石，啊。可能会有人告诉你，有的时候对于女性来说，如果一个女的她很要，那么她是不检点的，她是肮脏的，或者她是各种言语，她会对这个女性会有这些评判。因为这种话，如果说有些人他到目前为止他有这种欲望，他被认为是他觉得这个女性有这种欲望，他甚至这个女性说出来，他会觉得这个女性真不要脸，她真可耻，她真肮脏，那么她的认知可能非常非常的低，离这种人远一点，越远越好。这种人要么就是有可能他被他的父母啊之类的洗脑了，或者他周围的人，或者是他的老师啊之类的。我们都是2026年了，能正常的能够坦然的去讲出我很需要这个事情，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吗？
不难呀，对吧？有很多认知很低的人我们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我们离他远一点就好了。这种人自己也不自信，可能跟父母也有关系，跟父母也有关系。父母的话有时候也会教育孩子，你这样是不对的。那孩子从小到大有时候也会去听父母的话，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说父母这一层我就稍微跳跃思维一下，我们从这个单元跳到另外一个单元。父母，你觉得你的父母教育你的事情都是对的吗？就是你现在是个成年人了，你觉得你父母跟你说的那些东西都是对的吗？比方说从小告诉你要刷牙，要洗脸，要天天洗澡，你觉得父母跟你说的这些是不是对的？包括你长大之后父母跟你讲的这些道理，你觉得是不是对的？你认为是不是对的？现在我问你回答我你父母教育你的事情，你觉得是不是对的？对，你现在长大了，你有分辨的能力，你有分辨能力很好，你觉得有部分是对的，对吧？好，那有些人自己父母说的完全是对的，那就是说你的父母，你觉得你的父母现在好不好？就是他们混得好不好？他们是不是单位的领导，或者是他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或者是创业的厉害的企业家，是吗？就是你觉得他们混得好不好？你觉得你的父母混得好不好？就目前现在来说，他到顶了。如果是普通人，他教育你的东西，那就肯定我们要保持中立的态度，我们不能说是对，也不能说是不对，因为如果你完全按照你父母说的去做，你最多也就是混到比他高一点点。你的基因遗传你父母，你的智商遗传你父母，你父母告诉你的一切成就了他自己。如果是你父母告诉你的一切，他只能做到他说的一半，他想让你做的比他更好，那也就你能混的也就是比他中上的。所以你要改变思想，有的时候我们的思路要开阔一点，不要跟父母说的一致。就是等你长大了之后比方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我们可以听父母的，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多去学学别人的，或者是多去看看书。父母讲的不一定全是对的，因为如果你全部听父母的，你也就混得比他们好一点点，你不会成就大事业的，能理解吗？我不是不让你们不听父母的话，只是你们现在是成年人了。比如说多看看书，多看看一些有成就的人他讲的话，比你父母的话更有用。不要听我的，我就是跟你们瞎扯。你们要去看一些有成功的人，他们做事业做得好的人，他们出的书，他们讲的话，比听你父母说的。如果你父母混得很好，那么你多听一听，但是你父母混得也一般，那我觉得你可以听一些更高层次的人所说的话。对，是的，不要太听父母的话。你觉得我挺成功的，其实我就是有的时候不能成功的原因是我有时候性欲太差了，我性欲并不是很好。就是我总结了一下我自己，我不想做这个，不想做那个，就是我没有性欲。我很长时间没有什么性欲了，我就觉得我自己老了，所以我现在要让自己重新产生性欲，那么我就有动力去做很多的事情了。我其实脑子里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执行力太差了。我都计划好了要去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就是因为我气血不足，我懒得动，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做，所以我到现在还成功不了，可能就差那么一口气。你说成功是什么？成功是什么？拖延症，不是拖延症，就是我的气血不好，就是我气血太差了。是直播。成功是失败的妈妈，那是不是我是大家的妈妈呀？因为我做事情一直失败，所以我是你妈妈。
因为你是成功的。Hello， 哦，成功是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我的朋友都是我的孩子，所以你们都是我的孩子，因为你们做事情都能成功，我是失败，所以你们都是我的孩子。开玩笑啊。我可没有母性大发啊！你们是不是不能理解我说的话呀？失败是成功之母，因为我做事情做不好，我老是不能成功。如果你们做事情都能成功的话，那如果失败又是成功之母，你们不就是我的小孩吗？这一点还不能理解吗？我只是在说这个反逻辑而已。这个总能听得懂吧？这个跟母不母性没关系啊，这一点都听不懂，那你的脑子可能要去回炉重造了。你是大家的儿子，所以你失败了。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我们电视都没有几个人上，现在12个人上，也没中，傻的，不抽了。其实叫妈妈这个事情，我并不是很喜欢，就是听着不是很舒服，但是网络上又很流行，我也不能去排斥它。我经常会觉得网络上有一些热梗，有些词汇让我们失去了语言的表达能力。比方说，我想说这件事情很厉害，比方说我在称赞这个菜它非常的好吃，我会说这盘菜它色泽明亮，让我非常的有食欲，鱼肉又嫩滑 Q 弹，入口极化，就是我可以用很多很多的词去形容，但是现在就会说 YYDS 或者牛逼。我是觉得像这种形容词会弱化了我们现在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呢，你要是不说这些词汇，你又觉得跟社会脱节了，你又觉得跟别人没有办法相处，你又要去跟年轻人打成一片，你不能去，如果你巴拉巴拉然后描述一堆，人家说啊你在说什么 YYDS， 是不是？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一些词会让我们失去一些表达能力，感觉没有东西可说了，这样有些是不大好，包括叫妈妈。其实我能理解叫妈妈这个词汇它是怎么衍生出来的，因为妈妈其实是女人中的女人的代表，就是雌性中的雌性，用妈妈这个形容词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女人味它有很多很多种，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去表达这个人很有女人味。比方说她很温柔，她有一头卷发，
然后他的眼神非常的明亮，且让我觉得很温暖。他有一种女人味，那我们称之为妈妈也没有关系，或者她身材很好，因为妈妈在人们的眼里就是一个身材高挑，然后又凹凸有致身材的一个女性中的女性，去表达这个人非常的有女人味。但是就叫妈妈，就变成了网络词汇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对妈妈这个称呼，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也知道大家想称赞我是女人中的女人，可我听着就不是那么舒服。因为你有你自己的妈妈，你为什么要叫我妈妈呢？虽然是夸赞，我也不能说你以后不要叫我妈妈了，很讨厌，是不是？其实妈妈这个词汇就是称呼我这个人很有女人味，包括人妻也是因为这个女人特别的有女人味。她有很多不同种的女人味，一种是高冷御姐，一种是温柔贤惠甜美，都可以，你就怎么去表达都可以。太保守了你就不要看了，外面有很多不保守的，你出去看就好了，没有逼你在我这里看。可以穿白丝，但是你如果要我改变着装的话，请你拿出一点诚意来。一本魔法书要求不高吧？你要换白丝可以，一本魔法书。叫姐姐是蛮好的，因为我其实跟你们的年龄差确实是姐姐，这没错。但是妈妈是确实有一点过了，因为我跟你们的年龄差只是姐姐的年龄差，没到妈妈的年龄差。如果说你现在是10岁，你确实可以叫我妈妈。如果是10岁，我确实可以生一个10岁的小孩出来了。但是如果你超过10岁的话，你就没有资格叫我妈妈。你8岁了，8岁怎么打字打得这么顺呢？好了，我们可以把粉丝牌卡一卡好吗？把粉丝牌卡一卡。快点把粉丝牌卡上，再问我问题。人家说，你听我自己说过我有孩子吗？一天到晚人家说，有没有判断能力呀？我有带过孩子出来公示，我说这是我的孩子，有吗？人家说，人家还说我是男的呢，你信不信啊？所以人家说什么你都信，那你就信你所信的东西。你问我干什么呀？你问我，我表示没有。我是男人还是女人，你的肉眼可见的。然后你要信网上的，那你就信好了呀，你还问我干什么呢？你就不要来问我了，你就信你自己信的就好了，宝贝。一个成年人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而不是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你宁可去相信人家说的话，那你就没有必要再来我这里证实了，多此一举。
是不是这个道理，家人们？如果说你认可网上那些人说的话，那你就相信网上那些人说的话。如果我真的如网上说的那样，你觉得我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你不想看，你就可以离开。如果你觉得网上的这些事儿不影响你观看直播，那么你就好好的在直播间观看，不要问我这些跟直播无关的事情。就算我如网上说的那般，跟你看直播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你就留着，觉得有关系你就离开，很简单的事情。你在这里也不消费，也不送我礼物，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如果你送了很多礼物给我，你确实要向我证实一下，是不是你所想的那样，网上说的那样，一分币不刷。你要知道这个干嘛呢？有意义吗？傻不傻？你觉得你自己傻不傻？你觉得你自己智商有多高啊？去测过智商吗？有时候你认不认为自己说出来的话是让别人取笑的？你聪明吗？你不聪明。谢谢 TEAC。这是护士的衣服，这不是白大褂。我说的不仅仅是这一个人，因为每天都会有人来我直播间说这些有的没的。我只是说这些有的没的人，我一起讲了而已。我只是觉得我厌蠢，我并不觉得他说这些话会对我造成影响，所以我一直问他聪不聪明。如果愚蠢的人，我不希望他待在我的直播间。他把我直播间的人都搞蠢了。本来我觉得我直播间的人都挺聪明的，我说什么都能答得上话来，然后突然之间冒出来个蠢人。好的，就是我们现在我给大家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现在男女之间的事情，我们其实可以把爱情也科学化，我们把性欲也科学化，我们把很多事情都科学化了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怎么去说呢AI 控制的系统编程模式。如果真的是变成这个样子了，就是一点感情都没有了，我们都可以用科学去解释我们大脑里面所产生的东西和造成的结果。不是草台班子，就是编程。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爱情是什么？爱情是什么？你有没有经历过爱情，或者心动的感觉，或者喜欢上一个人？ Hello 天生有物。没有。其实爱情就是人类的爱情，它并不是说是一种感情，也不是你们所说的兽性大发，也不是你们所说的见色起意。
爱情其实是一个3套独立运转的一个脑回路，是不是很让人觉得不好说？就觉得所有东西都是大脑去控制的，就是说他们可以错位运转，他们也可以单独成立。我们的大脑有好几块区域去决定着爱情这样东西。我不知道讲这么深奥的东西你们可不可以听得进去，或者你们想不想听？如果你们想听我就继续说。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一位去世的生物学家讲的，他做过很多很多的实验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你跟你的对象在一起20年、30年了，你们依然对彼此有感觉，这是什么控制的呢？这是爱情吗？这是催产素。你们知道催产素是什么？怀孕的时候也会产生的东西。本来就是脑子一下子给了你这个结论。大脑非常的神奇。如果你可以独立控制大脑的这些所有的区域，那么你就会成为一个神，也就是没有感情的纯理智的神。你能做到的话。但是我讲了这些，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你们的爱情观。我现在非常的纠结，我既想讲又不想讲，我怕讲了之后大家都太理智了。其实我作为一个主播，我不该跟你们说这些事情，我说了之后你们就不给我送礼物了，因为你们太理智了。你们会知道什么是催产素，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上头，什么是心动，然后就不给我送礼物了。所以我现在想讲又不想讲。真上头了也不会忘，因为突然之间想起来这个事情，你们听不懂也白讲了。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么多东西呢？这是直播，谁跟你讲的是录播？又有智商有问题的人在我直播间。智商有问题的不在我这里看病，我这里是精神病。智商有问题的要去看脑科，我这里是精神病。精神病人。我们都是精神有问题的人，对吧？我也是，我是精神病，人人都有精神病。那我继续说啦，你们会给我送礼物吗？你们要保证听过之后还是给我送礼物，我就继续说。谢谢天真，谢谢。精神病有什么好效应的了？精神病呀，精神病人思路广，知道了啦。精神病有什么好效应的？真的是。智障儿童欢乐多，精神病人思路广，不懂得这个道理吗？世界上是存在精神病的，它不是骂人，就是本身就是有很多的精神病啊，怎么就变成骂人了呢？系统觉得我在骂人，给我消音。谢谢徐胜，谢谢。神经病，神经病。消音了吗？消音了没有？画质糊的话改一下画质啊，有改画质的地方。啊，那神经病跟精神病其实是一样的。
神经病。你困了就睡觉呀，我就达到目的了。我讲这些都是为了让你们睡着，听不听得进去倒是其次。我讲上海话也给我消音，神经病。好，我继续讲啊。如果说你跟你的对象在一起已经20年、30年了，那么你还觉得自己跟他的性生活是蛮和谐的，那你的心你已经飘走了，你可能会跟你的暧昧对象会很容易聊上天。你虽然跟你的另一半保持着20年、30年的性关系，但是你会很容易被你的暧昧对象挑起兴趣。但是呢，你根本不想跟你的暧昧对象在一起，你只是仅仅想跟你的暧昧对象去聊天，你还是想跟你现在的伴侣去过日子。还有就是比方说你跟你的前任分手分了很久，突然之间有一天你会想起你的前任，这很奇怪，这也不是什么道德问题，就是你的脑袋里面有3条东西，就是我刚才所讲的3套独立的运转系统，它脑回路在你的脑子里面产生的效果，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就是说你无论任何你脑子里面会产生的念头，你跟暧昧对象想聊天，因为有新鲜刺激，但是你还不想跟他结婚，你想跟你的现任保持现在的关系，就算你已经跟你的现任已经没有任何的新鲜感跟刺激感了，这些念头只是念头，这些念头是你的大脑的3项脑回路，3套独立的一个运转的一个脑回路，他们在互相的碰撞。我们所说的睾酮素，你知道在哪里产生的吗？睾酮素，女性也有睾酮素，男性也有雌激素。男性不仅有睾酮素，也有雌激素。大脑的哪里？女性不仅有雌激素，也有睾酮素。大脑哪个部位你知道吗？没有人知道。下丘脑，对，睾酮素产生在你的下丘脑部分。你知道你就说，你知道你就讲。对，睾酮素、激素的产生都在你的下丘脑的位置，很好。那你们有认真在听，我以为你们都睡着了呢。它非常原始，这个下丘脑这个东西啊，它就是你最底层的一个东西。这个下丘脑的主宰着你想跟别人发生关系。比方说我想跟这个女人发生关系，我突然之间硬了，我想跟这个男人发生关系，我子宫怀孕了。就是这个感觉啊，就是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的下丘脑在作祟，突然之间我就有了这个感觉。其实它是不挑对象的，只要是你的下丘脑它产生了反应，不管对象是谁都可以。因为要主宰你的思想的东西在上面，如果你没有上面这一部分，你只有下丘脑这个部分，对象是个猪都可以，只要你产生了激素在你的下丘脑里面。好，那它的目的就是说，下丘脑的分泌会让你想跟人发生关系，不挑对象。这个是进化心理学家他解释为，我下丘脑产生了这个激素，是为了让我的基因能够繁衍下去。能切除吗？不能啊。我当时有讲过一个
知识。也就是说，我们人类跟动物的区别是在于，我们的人类有上半部分大脑，我们有下半部分大脑，我们有左脑，我们有右脑，我们有很多很多部分。这就是人类跟动物的区别。因为我们人类的大脑进化太发达了，把下面那一部分的骨头给进化掉了，让大脑更加的完整。这个我跟大家说过，你们还记得吧？好，那么只要说你的下丘脑产生的反应，它有这个想要去跟对方繁衍后代的激素，那么是谁都可以。也就是说，好，那我们现在先说第二点。第二点是吸引，你吸引了我，我吸引了你，我被你吸引了，你被我吸引了。吸引，也就是说，很多人说这个爱情它是让人陷入盲目的，让人会变成恋爱脑。也就是说，吸引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教授啊，就是那个去世的教授。吸引这一部分在哪里呢？他去这种恋爱脑的人的脑子里面去给他照，看看这一块的部分，他哪个部分他有没有发亮？他在产生恋爱脑的时候，大脑哪个部分会发亮？也就是说，什么叫做上头？你知道上头吗？上头就是我看到这个人，我好上头，并不是下面下丘脑它产生的感觉，而是我看到这个人，就是我被他吸引了，我好上头，这个感觉有没有？就是恋爱脑。然后我们可以说，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这种感觉其实跟你玩游戏赢了，跟你的大脑的一个奖赏系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比方说打王者荣耀，我连赢5把，哇，那种感觉是不是很上头？就是这个感觉啊。那我前面说了，下丘脑是主导你的那方面的，是猪都行。然后你的恋爱脑部分，它发光发亮的地方具体在哪里，我也不是很清楚。上头就是我被它吸引了，那就是多巴胺的分泌。那么它就是跟你的游戏赢了，玩牌赢了，事业股票赚钱了是一样的，分泌的物质是一样的。我看到这个人，我突然之间就有一种股票上涨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有些男人他不需要爱情，因为他在事业上他可以找到这种多巴胺分泌的感觉，所以他可能对爱情就没有那么需要了。其实因为这都是一样的，他可能只需要下丘脑的分泌跟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它就够了啊。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我们的性欲其实是驱动力，性欲也驱动着你能赚更多的钱，是一样的道理。那么爱情它在大脑的层面跟上瘾其实是共享一套神经回路的，我们的主角就是多巴胺，你们要听就听，对，晚自习半夜自习。我今天因为讲完了我就下了，因为礼物太少了，等一下我讲完就下了，好好珍惜我。准确的来说，就是说，多巴胺驱动你的渴望。也就是说，在热恋期，我有时候想到他，我就是会想到失眠，然后有时候会想到他，我甚至于不想吃饭。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的食欲就会变好。但是呢，如果他不在我的身边，我连饭都吃不下。这就是多巴胺。好，那么我们以此去推断，为什么分手会那么难受？弗洛伊德，你看弗洛伊德就好了。我看的是弗洛伊德做的总结的经验。弗洛伊德其实
他说了很多很多东西，只要我们往深层次里去挖，我们去总结，我们可以说出很多很多的东西。晚安，老虎。你们去看弗洛伊德。好，那我们去推断这个多巴胺的分泌。我们当在热恋期的时候突然之间分手了，为什么我们那么难受呢？你的多巴胺被这个人所牵制了，所主宰了。当你分手的时候就会有个戒断反应，你要戒掉这种被多巴胺充斥的感觉，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呀。其实恋爱就像上瘾，这种瘾我们很难去戒掉，也就是说我们分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戒断反应。这个戒断反应是很困难的，有没有人经历过？就是我分手这段时间我会非常非常难受，我真的很想找一个人陪我，但是不是他又不行，只能是他，是不是？走不出来，就是我说的这个戒断反应。其实这个就是大脑所控制的，因为多巴胺它主宰了这个人，它主宰了你的多巴胺部分，它是你多巴胺产生的根源，它不在了，你的多巴胺没有人去给你分泌了，你当然会很难受了，人就是被激素控制的一生，这个就是如果你都知道了，你就会变得很理智，这不是一件好事。明明知道你就是要装傻，就是有的人他控制不了自己，所以他会很难受，走不出来，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往后坐，我看不见弹幕了，小凤凤。往后坐，我看不见弹幕了。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弗洛伊德。其实弗洛伊德他说的很多东西，他是他自己的一套派系。他们那个时候心理学家有很多很多的派系，但是我是站弗洛伊德的。你也并不能说他，谢谢小峰峰，谢谢。你并不能说他说的完全正确，你不能说他说的完全是错误，就是说他有他的道理，其他的心理学家有其他心理学家跟哲学家的道理，看你怎么去理解吧。所以戒断反应就是跟那些戒了瘾很大的人是一样的。他们经常会说我哎呀走不出来，我戒断反应了。戒断反应就是这么产生的，你只要知道就好了。因为其实每个人啊，就是所有人说的写的书，他说的理论，他的那一套理论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就是说有些人他每次看任何书的时候，我都会去说，这个人说的不对，这个人书写的不对，我老是去反驳他。我觉得你可能是在认为你自己是皇帝吧，你说的话都是对的，你比他聪明，你凭什么比他聪明？那为什么他能写书，你不能写书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多看不同人的书，那这样就能吸收不同人的知识了。人家能写书，人家能做到这个地位，那一定是人家有人家厉害的地方。我们得去认可所有成功的人，然后去借鉴去学习。除非是那种就是很商业化的书，我不看的。就是那种本身是什么演员，或者是就是一点成就都没有的，又不是什么教授写出来的东西，我不会去看。但是一般性我会去看一些比较老的那种心理学家的东西。继续说完了我就下了。然后我们说到这个戒断反应啊，这个戒断反应呢，第三套我们说到第三套说是依恋，这个依恋就是催产素。我刚才跟大家说过，我离不开这个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离不开，因为催产素。我明明知道它不好，但是我很依恋它。催产素在哪里啊？你们知道吗？很多中年人就是这样子，你说这个人不好，这个老婆不好，这个老公不好，你为什么还不离婚？催产素。
亲情了，就是变成亲情了。对，简单的来说就是变成亲情了。那你知道这个位置在哪里，叫什么名字吗？不是习惯了，它有一个主宰我们催产素的一个地方，叫肤色苍白球，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位置。这个是我有一个教授，他在去做这个田鼠配对绑定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脑区，这个脑区叫做肤色苍白球，然后它是在这个催产素和这个加压素这个里面啊，去产生，就是像那个孕妇她产生这个催产素，她在怀孕的时候她会产生催产素，亲密接触以及我们在高潮的时候会产生的东西都叫催产素。那么它会让你不一定说是每天都会很心动，可是离开的时候你会非常的难过，因为它已经占据了你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消音的话你们大致能听懂就可以了，因为它肯定会消音，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怎么去用英文去说它这个名词，就是这个叫 GC， 这个英文我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我们从爱情升级到亲情，我们可以称之为多巴胺升级到这个亲情，在这个肤色苍白球里面产生了催产素，所以依恋对方，离不开对方了。那为什么有些人他那个方面的生活呢非常的和谐，可他就是没有爱情，是因为他可能只有第一套脑系统，他没有第二套脑系统。你们听得懂吗？到底都不知道，我就说了这么多，可能都睡着了。其实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在想说有些人就是喜欢渣男渣女啊，渣男渣女给他们的东西就是这个激素啊，不稳定性。人有的想法你们可以跟我说一下。就是喜欢渣男渣女呢，是因为他的间歇性很强，他忽冷忽热，他还会一直吊着你，所以他会把你的这个多巴胺啊，有些就催产素也是会掉到最高点，所以你会离不开对方，你会觉得很依恋对方，很依赖对方。这就是渣男渣女，一会儿对你好，一会儿又离开了，给你充满了催产素，然后他又离开，他又不在了，让你产生这个我离开他很难受的感觉。过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他又对你好了，又产生了催产素，过一段时间他又离开了，不是因为贱，就是渣男渣女他没有一个稳定性，你知道吗？他的不稳定其实带给人的催产素是更多的，因为它有一个间歇性。多巴胺也是的，他喂给你多巴胺立刻就抽离，然后他又回来了，他又给你的大脑有奖赏系统。所以渣男渣女为什么特别受欢迎的原因就是这个。可是我们是人，其实我们如果人长大了之后，我们都能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大脑自己是可以分辨是非的。等到你理智的能分辨是非的时候，这些渣男渣女也就对你不起作用了。就是虽然你会觉得有点难受，但是你会知道这件事情或这个人他就是不好的人，然后你去戒断他。其实戒断他的话也是会很难受的，但是当你理智的时候，你戒断起来就会比较容易了。乖的太压抑了，就是催产素和多巴胺。所以就不要用单纯的说是爱呀或者是不爱呀去衡量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关系。如果你问一问自己，每次你跟这个人接触的时候，你就说他跟我在一起，他是激活了哪一套系统呢？是多巴胺系统呢？还是下丘脑产生的这个睾酮素系统呢？还是这个叫什么催产素系统呢？刺激的是哪一个系统？你去分辨了之后，对症下药，你就可以拿捏这个人了。就是你带给他的是哪一套系统，不一定是，有些人是多巴胺，有些人是催产素，有些人是睾酮素。如果是睾酮素，
你就去跟他发生关系；如果是催产素，你就对他忽冷忽热；如果是多巴胺，同样的，你也对他忽冷忽热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说这个戒断反应啊，这个戒断反应的话，它的一个时间是6到8周，有些人可能会快一点，有些人可能1个月也就是4周，差不多就能完了，就要看你自己的一个大脑的一个分析系统了，看你可不可以度过这个戒断反应最难的时刻。谢谢 YNJF 开动的肠粉，谢谢。深爱过，被深爱过，被绿过。这个其实爱不爱的这个东西，在我这里已经不是什么让我觉得特别兴奋的东西了。爱其实我刚才说了，爱情我们拆解为3个系统，我们对症下药就可以拿捏这个人，干嘛还要去纠结爱不爱的？所以爱不是爱，它是大脑里面的化学反应。我们如果能够知道大脑里或者是对方需要你的价值是什么，你只要去给出你的价值，你就可以经营好这一段关系，其实没有那么难。然后呢，我们能选择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去被感情选择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了，我讲完啦。能理解吗？能理解吗？你需要我，对吧？那你要给我需要的价值。为什么我要一直输出我的东西？我输出我的东西，我的目的也要你给我你的价值。如果你没有给我你的价值，我为什么要满足你的需要呢？人与人之间相处就是这个样子。我给你我的价值，你也要给我你的价值，是不是？你给了我你的价值，我才能更多的给你需要我的价值。你跟一个人一直说我想要这样，我想要那样，但是你并没有一点点付出，那对方为什么要给你你需要的价值呢？3个大脑的系统，你们听懂了吗？还有什么要举手提问的？没有提问的，我就要下班了。其实我做这些东西并不好，因为我做这些东西会让大家变得更理智。我在说这些话之前，我就已经讲过了。大家变得更理智之后，但是你们学到了东西，你们要感恩我。我只是得到了我的知识付费内容，对吧？这算不算知识付费呢？我讲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应该知识付费一下？理你了呀，小凤凤，我刚才不是谢谢你了吗？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呢？我刚才理你了呀，你让我往后点，我不是回答你了吗？我说往后点，我就看不见弹幕了。我看不见弹幕，我怎么理你们？就像我讲这些东西，你们爱不爱听？如果你们爱听，你们就要给予我支持。你们给予我支持，我就可以跟你们分享更多的这些知识，能让你们变得更加的理智，能让你们更加能容易的拿捏别人。然后如果你们一直不支持我，我就不会讲了，我也就不会说了，以后你们也就只能从别人那里吸取这些知识了。谢谢 BRAVE， 谢谢徐胜，谢谢。今天的袜子破了2个洞，这个袜子是以前的袜子，但是这个袜子它不会拉丝，它就破了之后就一直破了，所以我还是穿了。我这个人比较懒，也不是勤俭节约，就是不想买新的，有旧的穿就能穿则穿，并不是为了穿破丝袜而穿破丝袜。
你想吸取更多的知识，你们就多给我送小礼物，我也不要你们送太大的礼物，你们每个人给我每天的预算10块钱就可以了。如果经济能力还可以的人，给我送2本魔法书就可以了，我不要你们太多的礼物，你们适当的支持我一下就行了。我不要，你要买新的丝袜的话，你可以直接刷给我，你刷给我，我就有钱买了。我是主播，我需要的是礼物，有礼物我才能好好的直播下去，我才能给你们说更多的东西。我不是在跟你谈恋爱，我是主播。你月薪3000吗？刷10块钱，谢谢艾米，谢谢艾米的魔法书，谢谢，谢谢，谢谢。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小峰峰，你看看人家艾米，是不是？你月薪3000，每天10块钱就可以了，这是付费嘛，对吧？如果你们想要买机甲圣杯的话，去黑科技工程机某宝上搜黑科技工程机就可以了。月薪300，你做什么的？捡垃圾月薪都不止300。我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小小张，有法律规定一个女人一定要结婚呢？为什么一定要结婚？我是蓝光8兆啊。你月薪300个 W， 那你给我刷个10个 W， 那我觉得不算什么。对呀，小峰峰，但是很多人都喜欢白嫖，你知道吗？白嫖到最后一无所有，因为他的认知就这么浅，就这么低，他觉得所有东西我白嫖来的。他不会付出，也就不会得到，他以后也不会得到更大的东西，他只会占一些小便宜。谢谢搁浅。魔法书是对主播的支持，主播可以给你展示主播今天的穿搭。主播马上要走了，还有没有什么需要主播做的？小梦梦要不要看一下全身？哎，你要看吗？你主播要走了，因为你们对主播实在不好。主播要睡觉了，你们对主播实在是不好。谢谢耀安姐 EFF， 你们对主播实在不好。主播跟你们讲这么多，还跟铁公鸡一样1毛不拔。谢谢小峰峰，小峰峰想看对吧？我今天穿了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护士装。哎呀，干嘛？谢谢 Jeff。
我不播了，等会儿去放录像了，因为今天流水太少了，已经连续好几天了。谢谢 Jeff， 谢谢。有没有谁莫名其妙给我刷一个藏宝图？直播呀，直播。有没有哪个大哥救救主播的流水吧？主播要被人看不起了。谢谢青山，谢谢西林。你们对主播不好，主播马上就要走了。谢谢青山，谢谢。青山是谁呀？哦，我知道是谁了。你好久没来了。王思聪，怎么王思聪都来了？我知道你是谁，我看到你的头像我就知道你是谁了。垫垫，我要走了，你们对主播太差了。主播将离你们而去。你好久没来了。王思聪怎么续费了没有送礼物呀？嗯。陈皮就是垫垫。我不脱，嘿嘿，为什么要脱？不行呀，我都活不下去了，什么爱慕虚荣？你看看我的流水，你看看我的流水，我可没有爱慕虚荣。如果我真的礼物很多，我现在还问你们要，我才是爱慕虚荣。你看一下我的周榜呢，主播都活不下去了，每天发的那个红包都收不回来。谢谢谢谢王思聪，谢谢青神，你怎么改名了？我要了，谁说我没有要？我每天开播都会要。谢谢 Jeff。我要礼物。我说有没有哪个大哥给主播刷一个藏宝图，救救主播的流水？你们对主播真的很不好，主播跟你讲这么多，都不支持主播，主播非常的失望。主播现在就要离开你的视线，主播现在就要离开你的视线。啊，谢谢。哦，有了有了，谢谢谢谢，我有大礼物了，我有大礼物了，谢谢谢谢陈皮，谢谢谢谢陈皮，感谢陈皮，还是咱们陈皮给力耶。还是咱们陈皮给力。
主播要继续离开你们的视线了。陈皮想不想看看我的护士服下面穿的是什么？你们现在要开始分泌睾酮素了，是不是？你现在分泌的是什么？我在给你看之前，先要考考你们。现在你分泌的是什么？大脑的哪一套系统？我没有讲过内啡肽这个东西。内啡肽是痛苦之后分泌的奖赏的激素，叫内啡肽。我刚才讲的3套系统里面没有内啡肽，你没有认真听课。什么脑垂体？你现在分泌的是睾酮素，它在你的下丘脑那里产生的物质。多巴胺是控制爱情的，难道你看到我是爱情？多巴胺是让人产生恋爱脑的，长恋爱脑的。睾酮素是让你想做的。多巴胺是兴奋，让你产生恋爱脑，离不开我。你现在离得开我吗？真的假的？我不信你。那你现在就是分泌了睾酮素跟多巴胺。好，那我看看你怎么离不开我。不播了，我要下了。我等一下还要去拍东西。我今天晚上答应，就是我要把那个抱枕的素材拍一下。因为我还要去拍那个抱枕的素材，我已经答应那个优米了，等一下下播了得去拍。那你一点关注了没有啊？你一点关注了没有？有没有可能我以前很大的时候是电的？有没有可能我本身就只有 B 加？不可能大到那种地步，而且我只有104斤，现在不会很大的。我1.70米。我最近手臂瘦了很多。100那下不了，这是一个坎儿，是这个
这个体重就是个坎儿，下不了了。到这个年龄了，减肥有点困难。我才不是小姑娘的冷轩，我这个年龄就感觉代谢开始变得很差了，不是很好减肥。稍微多吃一点就会长肉肉。对的，激素会乱，是的，大姨妈都会乱。放这儿。我要走了，主播要走了，主播要跟你们说再见了。这个裤子是，它能感觉这个胯比较大，我也喜欢这条裤子。怎么了，小峰峰不让我走吗？小峰峰不让我走吗？这个放高一点。我等一下还有工作要弄，今天晚上答应优米要把那个抱枕的素材给他的，没办法，太晚拍我就睡得太晚了，所以要走了，小峰峰，可以吗？我要走了，谢谢小峰峰。我走了，我要走了，快跟我说再见。谢谢香菇兰溪，晚安音符，晚安艾米，晚安老虎，晚安稀饭。谢谢王思聪续费的坚持，你这名字起的，笑死我了。王思聪，我要走了，你怎么又续费了？晚安随风，我要把你的抱枕拿了去拍照了。夹不住。
我要下播啦，因为走了，拜拜，拜拜。给你们放，前天的录像，好吗？大前天的录像。拜拜。昨天那个双马尾的吗？双马尾的录像。